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你，喜欢到自己都好难过，喜欢到为了你，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。去找你的火狼女吧。粉红豹！可是我就是做不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个人会一直关心着你，只要你停下来，他就站在你身后。可是我的心里面只有关小弟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明天就去医院治疗。天启，这是你重生的机会。可不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，好好的活下去？无非哥，为什么？飞哥，对不起，
我辜负了你的期望，没完成任务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做得很好。你对烈火神盾的网络系统了如指掌，你随时可以不露痕迹的入侵。以后你需要做的，只是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就行。谢谢你。别那么垂头丧气。当年我被熊阔海整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不也挺过来了吗？现在最该做的，就是治病。人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小蝶，时间可以治愈一切，相信我，粉红豹都会好起来的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需要多久？很久。如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开始啊？我不知道。我多想回到我们刚进入训练营的时候。世界上没有可以回去的感情，就算回去了，你也会发现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。能够回去的，也就只有留在心里的回忆。我们俩有那些可以值得回忆的过去，就已经足够了。你来了。关于小弟的身世，我们应该谈谈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小弟脖子上戴的那个戒指，那是我当年送给陆林的结婚戒指。好啊，那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说，你想怎么办？我知道，小弟不想让我这个父亲。我也知道我不配做他的父亲。是你打算放弃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像放弃陆离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真的很感激这么多年你对陆林、对小弟的照顾。我也知道我对不起他们，我知道，我也对不起你。现在说对不起有用吗？女儿就在你身边，你只会说这些推卸责任的屁话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不知道是吧？好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少年吗？知道吗？当年陆林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想干什么？白莎，白莎，想什么呢？怎么了？粉红豹哪儿去了？什么事儿啊？他说有一个电子资料给我呀，也没给我。怎么了？你俩闹别扭了？他走了。走了？走哪儿去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吧？不回来？为什么就不回来了？他怎么说走就走？他为哥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再问我了。你们这群年轻人，遇到点感情问题就这样，怎么安心工作？怎么当精英啊？受不了你！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知道吗？你抛弃陆林之后，他就得了绝症，他临死之前对你还念念不忘，你知道吗？小弟小的时候，总是问我他妈妈到底怎么回事，他妈妈到底怎么回事。我面对着他的时候，我总是在撒谎。你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吗？知道吗？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站起来，堂堂正正的跟我打一场，站起来！还手啊！你为什么不还手？你觉得还没打够的话，你记得他。我告诉你，熊阔海，关小迪是你的女儿，她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你必须接受她。
们正在给他做全面检查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？这个不好说。熊阔海，你知道吗？我很羡慕你，非常羡慕你。陆林在我心中是多么完美无瑕的女人呐！我曾经无比的羡慕她对你的爱。羡慕你们俩那么幸福，羡慕你们的家庭，特别是羡慕你们曾经拥有小迪这样的女儿啊。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呀，你不该去伤害陆林呐。你知道你走之后陆林是多么痛苦吗？他从此再也没有快乐过。是我，这么多年是我一直守在他身边，我用我全部的爱去爱他，去照顾他，直到最后胃癌夺走了他的生命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呀！熊阔海，你为什么不认你的女儿？为什么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。如果我走了，小迪怎么办？他能依靠谁呀？不就得依靠你这个亲生父亲吗？可是你呢？你为什么不去认他？你为什么不以一个亲生父亲去照顾他，去疼爱他？为什么？你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放心呢。为什么不这么去做呢？天琪，
小蝶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下梁大威的事情。你没有进展了？你点头又摇头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约会了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没有我的存在，他时时刻刻都关注着你，所以今天我来这里是想问一下，你们还有可能吗？等一下，你先别急着回答我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如果你们还有可能，我愿意看着你们的幸福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如果不进行干预，你的视力将会因为脑瘤的压迫逐渐衰退，并且很可能完全失明。除了失明，还会有其他的后果吗？脑瘤正在扩散，要是再晚来1周，恐怕就没命了。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你不要这么说，你很幸运。我们刚刚引进了美国最先进的方法，用来治疗你这样的脑瘤，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控制，使脑瘤无法得到养分，进而萎缩死掉。但还在试验阶段，对吗？对，是的。你好。你好。你醒了？是你把我送这儿来的，你干嘛要这么做？我打你是让你更清醒一点，让你担起做父亲的责任，不像你现在这样。饿了吧？给你买的。跟你说实话，你打得我越狠，我这心里越好受。哼，我并不是不想认小弟，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好丈夫，更不是一个好父亲。只有你才配做小弟的父亲。我不奢望得到他们的原谅，我也不配得到原谅，但是我感激你，我打心眼儿感激你。行了，你帮我保入了 AK 搏击俱乐部，我还没有感谢你呢。哼，再说我打了你一顿，我也出了气了，咱们俩算是扯平了。只要你不恨我，我也就满足了。为了陆林，为了小迪，我永远恨你。对不起。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应该跟小迪说对不起啊。知道吗？当年我是听信了流言蜚语，认为陆林红杏出墙，我当时特别生气。后来我知道了真相，我特别的后悔，我返回去找他们，可他们已经离开了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，我不停地在心里责骂自己，我根本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你给过陆林解释的机会吗？给过吗？你听了那些流言蜚语，你就很绝情地抛弃了他，你给他解释的机会了吗？没有。你就是天底下最没有良心的男人，不懂得珍惜的混蛋。我打你是应该的。
骂得好，骂得对，我的确是一个彻底的混蛋。不过你现在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弥补。你应该尽全力去弥补，修补你和小弟之间的关系，这才是你应该做的。你认为小弟会认我，会原谅我吗？那得看你怎么做了。我很希望多一个人去照顾他，去关爱他，你懂吗？谢谢。我会让他来找你的。女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妈已经走了很久了。你今年20岁了吧？是个大姑娘了，一定特别漂亮，一定有很多男孩子追求你吧？女儿，妈妈给你讲个故事。故事发生在80年代的云阳，那里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和一个美丽的女孩。男孩第一次见到女孩时，才12、13岁，正在读初一。当时是元旦文艺晚会，女孩在台上表演，男孩一眼就注意到了她。女孩皮肤很白，长得很美，从此男孩就念念不忘。后来，男孩跟女孩进了同一所高中，男孩鼓起勇气，想方设法跟女孩接近，两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，彼此都有好感。那个年代的感情不像现在这么直接，都很委婉。女孩跟男孩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，直到高中毕业。男孩要去参军了，他鼓起勇气向女孩子表白，女孩子高兴地接受了，并许下诺言，一定会等他回来。他值得你等他回来吗？男孩在军营里的时候，两个人就一直都通信，每半个月就能收到一封，隔着好几千里交流着生活琐事，讲述着彼此的心事。虽然未能见面，感情却越来越深了。3年之后，男孩返回家乡探亲，两个人就结了婚。很快，女儿就出生了，她的名字叫熊小月。不，我姓关，叫关小迪。故事里的女孩是我，男孩就是你爸爸。原本我以为可以这样幸福地过一辈子，可惜命运弄人。当年你爸爸在部队工作忙，任务多，1年回不了几次家，而我的性情活跃开朗，跟谁都能玩到一块儿。两个人经常两地分居，时间一长，难免有了风言风语。但你妈妈我问心无愧，可你爸爸听说之后就动摇了，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听不进去。后来我们说了许多伤害彼此的话，现在想来，那个时候我们太年轻太冲动了，不然我们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呀。离婚之后我彻底伤心了，没过多久就带着你搬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归云阳。傻瓜，熊国还真是傻瓜。
我不知道我该跟你说点什么，只是觉得我应该过来看看你。我知道你后悔了这么多年以后，我突然就不是那么恨你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你，因为你，我妈妈郁郁寡欢，到死都带着遗憾。因为你，我一直到现在都孤单着。你是什么时候忍住我的？火场那次。咱都没事吧？啊？没事。我看到你戴的那个戒指，我当时就傻了。我在想，你会不会是我的女儿？可我不敢去想。那你知道之后，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能进烈火神盾吗？我只能隐瞒一切。我只是希望每天能够看到你。这些年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？有没有找过我们？这些年，我不停地在寻找你们，可是你们杳无音讯。这些年，我时时刻刻每天都在想你们。我不信。我错了，我不奢望得到你们的原谅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是爱你的，爱你妈妈的。我只希望能够把你塑造成一个优秀的人，你做到了。你没有让我失望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抛弃妻女的人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这些年，我时时刻刻每天都在想你们。我不信。我错了，我不奢望得到你们的原谅。我们浪费了太多狼狈不堪又自以为是的青春。我们曾经有过笑，有过泪，有过自信，有过迷茫，伤过人，也被人伤过。我们坚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，坚信世界可能会因为我们而发生改变。我们以为自己长大了，但是突然我们就会发现，长大
其实需要勇气，需要责任，需要坚强，和某种妥协。小迪，叫我火狼女。看到你们几个人，哥很舒心呐，分给你们一个大任务，要你们4个人共同执行。惠誉集团总裁吴国鹏。吴总您好，您好，吴总，能问您几个问题吗？吴总，能谈谈您的新公司吗？请让一下，请大家让一下。你打算在南京市待几天啊？关于您的传闻是不是真的？媒体朋友们非常的热情，但是呢，我今天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，不能久留。不过大热天的，你们等了这么久，我简单回答几个问题，你先问吧。好的，谢谢吴总。您这次来到南青市，应该是为了集团新公司的成立。那么，请问您对于这次公司的发展前景，您有怎么样的期待呢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。对于一个集团来说，为一个单一项目成立一个新公司，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。这恰恰说明了我们集团有决心和信心。对于这个产品的期望和愿望，我们是这么想的：现今社会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，传统的生活方式必将成为过去，而我们新的软件，我认为它是旧时代的掘墓人，新时代的揭幕者，前途可谓是无量的。好的，吴总，谢谢您。关于这款应用软件的知识产权问题，最近是闹得沸沸扬扬，有大量的证据显示，您的公司剽窃了众信科技的创意，并且通过资本碾压迫使其产业链崩溃。请问，对于这个说法，您又有怎样的解释呢？刚才你们都已经听见了，众信科技在外面就是这样诽谤我们的。对于知识产权，这个官司前前后后已经打了半年之久，但是我相信，中国的法律必将会还我一个公道。肖先生，现在不是诉讼费的问题。这场官司您打了1年多了，您真有心这样耗下去吗？他偷了我的技术，击垮了我的公司。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恐怕真的没什么希望了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不想打赢这场官司吗？我想赢，我做梦都想打赢这场官司。吴国鹏请了3个金牌律师，要是我赢了，我在律师界也会小有名气的。车给你了，如果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我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，但是公司半年前倒闭以后，您卖掉房子也要继续打赢这场官司，现在连车也没了，再这么拖下去，您将来怎么办？这你不用管，我会想办法。实在抱歉，出于做人的最基本的良知，我必须推掉这个案子。您想想您以前的那些合伙人，公司倒闭以后，他们全都放弃了诉讼，现在再重新开始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，不过现在回头也为时不晚呢。回头？回头我还能有什么？我投入了10几年的心血，都没有了。他们可以拍屁股走人，我不行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好，我们再想想办法。